结婚7周年那天，老公送给我一份离婚协议书当做礼物，然而我却不吵不闹，平静地在上面签字。当他见我如此配合时，笑着说这只不过是假离婚而已，等事情都安排好了，我们就复婚。没过一会，我就在手机上看到了一条新动态，感谢他愿意为了我离婚，儿子终于能住上学区房了。换做以前，我一定会大发雷霆地去质问他，可这次我真的累了，他大概不会想到这假离婚会变成真的了。下午6点多，我接完孩子放学，给丈夫打电话问他晚上什么时候回来，商量孩子上学的问题，却没想到等他迟迟等到了11点多，我早就给你打电话了，怎么这么晚才回来？我坐在桌子面前，看着刚推开门的丈夫，我今天应酬回来晚了，你怎么还在这等着我呢？丈夫轻声走了过来，坐在我的面前问我，我明明说了要商量还在上学的事，丈夫就好像不记得了似的。我忍住自己的怒火，缓缓问道，你忘了，今年进秋小峰就要升小学了，学校还没着落呢。这么大的城市，你还找不到学校吗？丈夫反问我道，那些破学校去了，小峰可别毁了。我看着丈夫毫不关心的态度，再也忍不下去了，冲着他吼道，那些学校怎么了？咱们不也是从那些学校走出来的吗？就是因为我们是从那个学校走出来的，我才不能让小峰去。你看看你现在混成什么样子，你也想让小峰长大后和你一样啊？那你说怎么办？丈夫还是那一副毫不在意的样子。我没再正眼看他，平复了一下我的心情后，我一字一句认真道，掏钱去重点小学上。丈夫立马变了脸色，我看着他着急的样子，连忙伸手指着了他的话语，你也别和我说那么多，孩子也是你的孩子，你但凡操点心就把这个钱出了。多少钱？25万。叶运秋，你知道咱们家啥条件吧？这个钱咱们拿不出来。丈夫冲我吼道，你冲我养什么？孩子还在睡觉呢。再说了，咱俩拿不出钱，还不是你没本事。陈小鹤，钱的事我不管，这也是你的孩子，你必须给我想办法，把钱给我凑出来。我的声音越说越大，像是要把这些年受过的委屈都喊出来。说着说着，我眼泪就落了下来。丈夫哑口无言，好半晌才无奈的开口说话，行了，别哭了，我知道了，我来想办法。他说完就起身从我对面离开，进了浴室，我先洗个澡，你先去船上睡吧。丈夫闷闷的声音从浴室传来，我抹了把眼泪，也从桌子前离开，进到了卧室里。我在床上翻来覆去的，还是睡不着，也不是我非要给他闹。我带着孩子回娘家，本来喜气洋洋的一件事，结果那些亲戚们非要拉着我问东问西，大姨和二姨2个人，一个显摆他上小学的孙子成绩好，一个拉着我询问小峰升学的情况。我明白他们是出于炫耀的心理，但面对2个长辈，我也不能真的说什么，只能尴尬的回应。虽然很委屈，但我也知道大姨和二姨说的话有道理，一般的学校肯定和重点小学的教学水平没法比。回来后我也认真的想了一天，究竟下我还是决定掏钱把孩子送进重点小学，才会有今天晚上的事。我只能说，我知道因为受了委屈，今天晚上才会这么生气，因此迁怒丈夫确实是我不对。正思考着，丈夫在我身边躺下了，想着我今天晚上情绪有点失控，我便翻身抱住了丈夫。小贺，刚才是我话说重了，你别生气了。3个交野就把他哄好了，没想到丈夫却把我的手拿了下来，翻身坐了起来。我想好了，运秋我们离婚吧。你说什么？我瞬间懵了，翻身，我一身坐了起来，颤抖着缓缓问出口，就因为拿不出孩子上学的钱，你就要后离婚？你还是不是个男人了？我捶打着丈夫，眼泪翻涌而出，到我哭了。丈夫连帮把我的手牵过去安慰我，哎呀，老婆你理解错了，我说的是假离婚，假离婚，我在。她擦了擦泪水，怀疑的看向丈夫，是的，假离婚。丈夫握住我的手，咱们现在买学区房，就不享受首套房购房政策了，要是咱们离婚，用我的名义再买一套学区房，这样不就解决了学区的问题吗？我照你。丈夫是从农村来的，我俩大学相识，在一起5年，一开始我父母嫌弃他家庭不够好，怕我嫁过去吃苦，我就每天都给他们做思想工作。丈夫也很努力的在城里买下的这座房子，虽然它不是新楼盘，地段也不好，但我父母好歹也是同意了。现在我嫁给丈夫已经快10年了，我们这个小区也早就被划到了老城区范围。我撇嘴道，你说的轻巧，咱们这个老破小能卖多少钱？就算把我们的积蓄全掏出去，也不过买一个学区房啊。我当年是一个学同学，在重点小学里面当老师，回头可以请人家来家里吃顿饭，顺便见见孩子，聊下孩子的重点班的事。听到这里，我确实是有点心动了。那你那个大学同学好说话吗？不会嫌麻烦吧？我又担心道，是我们大学的班长，他当初和你的关系还不错呢，你还记得吗？你把他约咱家来，咱们好好聚一聚聊一聊，说不准他就同意了呢。班长以前那么乐于助人，看出我的担心，丈夫又乘胜追击的道，老婆，反正都是为了孩子，我们当父母的。话说到这，我就只好先点点头同意了。本来这么多年都没有联系了，我心里还有些犹豫，但想想小峰，想为了孩子，咬咬牙还是把电话打过去。喂，是冰冰吗？我率先开口询问道。我是一阵悦耳的女声从电话里传来，我呀，叶运秋，老同学还记得我吗？我将声音尽量放得温柔，啊，是运秋啊，我当然记得呀，找我有什么事吗？是，我还真是有事找你，今晚来我家一起吃顿饭吧。我们面对面说，我的手心都有些出汗了。你说那么多年我都没有联系过人家，现在一开口就是求帮忙，生害怕会遭到拒绝，却没想到叶冰冰意外的好说话。好啊，你把地址发来，我晚上上课就去。挂了电话我才长舒了一口气，连忙给丈夫分享这好消息。晚上我做好饭，等着丈夫回来和叶冰冰的到来，门口传来一阵说笑声，门咔大一下开了，
丈夫和一个陌生女人有说有笑的走了进来，那个女人率先看到了我，跟我打招呼，韵秋，好久不见。听这个声音我才认出来，冰冰，你来了，真是好久不见，我都有些认不出来你了。我连忙笑着将她迎进来，招呼着她坐下。随后我丈夫也在我身旁坐了下来，那么多年没见，是变了好多啦。不过韵秋你还是那么漂亮，我一眼就认出来了。叶冰冰笑着坐下，哪有的是生过孩子的人了，还谈什么漂亮啊，不像冰冰姐你，30多岁了，一点都看不出来。我笑着回应道，这我可不是恭维，叶冰冰确实在皮肤状态、身材上都比我好一大截，不管我再怎么保养，生孩子对我的伤害都是不可逆的。我丈夫也不止一次说过，我肚子的皮肤比起以前松多了，即使我一段时间天天泡健身房，都没能改善，不像叶冰冰，她今天穿了一个短款吊带背心，外面套着一件轻薄的防晒衣，一抬手就能看见她的肚子，和我这个生过孩子的差别太大了。她看着像一个刚出社会的大学生，而我再怎么锻炼保养也能看出来已经是个妇人了。我压下心动的其他心思，想着吃饱喝足后怎么和冰冰提这件事情。谈笑间，叶冰冰轻飘飘地说，韵秋，你中午说有事找我帮忙，是什么事啊？我有些紧张，让她吃完饭再说。没事，说完再吃也一样嘛。不然你不说我总感觉是我在占你们两口子的便宜似的。叶冰冰笑着回答道。我扭头看着丈夫点了点头，对上叶冰冰笑意映的眼神，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将事情讲清楚了。有了叶冰冰这番话，我和丈夫很快离了婚，房子和孩子都归她的名下。丈夫把房子卖了后，一个人首套房买下了一套学区房，付完首付后，丈夫连忙回家告诉了我这套消息。就这样，我们一家人搬到了出租屋，我仍然是照顾孩子，丈夫则是一边看顾着学区房装修的进度，一边上班。可是自从买了房子后，丈夫回家的越来越晚，我问他却说是学区房那边的事，让我别操心。可是今天洗丈夫衣服的时候，竟然从他的裤子口袋里摸出来一管润唇膏，丈夫绝对不会用这种东西。挣扎再三，我还是给孩子奶奶打个电话，让她帮忙照看一天小峰，而我决定去丈夫公司门口等他下班，跟踪他看看他究竟是不是在忙学区房的事。丈夫7点下班，我在他公司对面的咖啡厅看着他上了车，连忙叫了一辆出租车跟了上去。我一路跟着丈夫进了小区，到了丈夫买的学区房门口，看着他进去关了门，我才放下心来。看来还是我想多了，也许就是最近天气比较干，丈夫才买来润唇膏用的呢。我正转身准备下楼，却发现了一丝不对劲的地方。如果正如丈夫所说，他是来看过学区房装修的进度的话，怎么会大门紧闭，没有一点装修的声音呢？我轻声走到门前，趴到门上，屏住呼吸，听着里面的动静，果然没听到任何装修的声音，就连说话的声音都没有。既然什么都没有，那丈夫今天过来是干嘛的？我压下心中的疑惑，躲进楼梯间，看还会不会有人来。天很快就黑了，这一等就是2个小时，因为楼梯间是声控灯，这2个小时里我又没敢发出一点声音，就这样在黑暗中度过了。等到我腿都酸了，以为等不到任何人，准备离开时，只听电梯叮的响一声，我意识到有人来了，便慢慢探出头看，一身蓝色连衣裙，背了个包，她背对着我看不清面容，只是这身影我越看越熟悉。只见那女人轻轻地敲了敲门，说了句是我猛然一惊，这声音我认得，是叶冰冰。叶冰冰她为什么会来这里？一个荒谬的想法在我脑海中形成，很快丈夫给她开了门，没有任何寒暄，叶冰冰就直接进去了。我慢慢走了过去，站在门口，我像一个即将要被凌迟的犯人，我多么希望是我想错了。我趴在门上，听着里面的声音，你怎么这么晚才来？今天有晚自习，耽误了一些时间，你生气了？怎么会？我想你还来不及呢。说话的声音停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阵黏腻的声音，叶冰冰。剑幕降临，华灯初上，城市的喧嚣声透过窗户传进这个冰冷的房间，而我的心却如同置身于冰窖之中。我望着窗外的灯火阑珊，心中充满了迷茫和无助。他们说的每一个字都如同重锤，狠狠地砸在我的心上。我无法相信，这个曾经与我山盟海誓、承诺相伴一生的男人，说出如此薄情寡义的话。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，我心如死灰地回到了家，不敢相信我爱了10年的丈夫，竟然真的出轨了，我还被他骗得渣都不上。我知道，我的人生即将迎来一场巨大的变革，我不能再容忍这样的欺骗和伤害，我要为自己和孩子争取应有的尊严和权益。陈小鹤，既然你敢如此对我，也不要怪我心狠。从我听到他们2个人的龌龊事，我选择没有推开门时，我便开始为自己打算。现在我和他已经离了婚，孩子和房产都在他那里，我还不能和他撕破脸。家中的布置依旧温馨，可我的心却已冰冷如霜。当老公进门的那一刻，我努力挤出一次笑容，装作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，故意轻声问道，老公你回来了，赶快洗手来吃饭。我冲着丈夫甜甜的笑道，好，来了。丈夫不经意间避开了我的目光，像是有些心虚，我以前怎么没发现他这么明显呢？我和丈夫面对面坐着，关心他道老公今天累不累，我往他碗里夹着菜，还没等他回复我，我就像是发现了什么，指着他的衣领道，老公，你那好像有东西。一瞬间他眼神躲闪，支吾着回答，是吗？那我去洗洗。看着他那慌乱的模样，我的心中充满了悲凉。丈夫着急想站起来，我看看，不等他反应，我便把他拉到我面前。我摸了一下他的衣袖，果然是口红印，还真是太不小心了。没事，估计是装修，落在你身上的灰尘堆在一起了吧。我帮他脱下了衣服，转身扔进了洗衣机里，一会我去直接洗洗就行了。先吃饭吧。
夜里我躺在床上，辗转反侧，难以入眠，身旁的丈夫早已沉沉睡去，可我却被痛苦的思绪紧紧缠绕。我回想起我们相识相恋的点点滴滴，那些美好的回忆，如今却像是一把把利剑，刺痛着我的心。我们年少情深，毕业后一起为了未来的生活努力打拼，因为他家穷，我却从来都没有嫌弃过。从最初租住在狭小的出租屋里，到后来拥有了自己的小窝，每一步都充满了艰辛与甜蜜。然而不知从何时起，一切都开始变了。或许是生活的琐碎磨灭了曾经的激情，或许是外界的诱惑让他迷失了方向，但无论如何，他的背叛都让我感到无比的绝望。第二天清晨，阳光透过窗帘的缝隙洒在房间里，可我的心情却依旧隐埋。老公醒来后，看到我红肿的双眼，关切地问：老婆，你怎么了？没睡好吗？我别过头，不想让他看到我眼中的悲伤，淡淡的说：没事，只是做了个噩梦。他轻轻地将我拥入怀中，安慰道：别怕，有我在。那一刻，我的心中五味杂陈，他的怀抱曾经是我最温暖的港湾，如今却让我感到无比的讽刺。我不知道自己还能在这场虚假的婚姻中坚持多久，我的内心也在不断的煎熬着。一方面，我还对老公抱一丝幻想，希望他能回心转意；另一方面，我又清楚的知道他的背叛已经无法原谅。起床后，我像往常一样贴心的为丈夫准备了早餐，并说道：老公最近为新家辛苦了，但是也要注意身体呀。他笑着答应我，会照顾好自己。不管我在如何纠结，他背叛我都是事实。我默默地看着他离开的背影，心中暗暗发誓，一定要让他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。在丈夫出门后，我怀揣着复杂的心情，前往了那套我们的新房，那是我们未来的家，承载着无数关于幸福和美好的憧憬。我来到新房所在的小区，向物业出示了和老公的结婚证，希望他们能帮忙打开房门。物业人员起初还有些疑惑，但在确认了结婚证的真实性后，还是为我打开了那扇期待已久的门。然而，当房门缓缓打开的那一刻，我整个人都呆住了。眼前的景象完全出乎我的意料，房间里丝毫没有新房，我新房应有的整洁和空旷，反倒像是已经有人住了很久的样子。这根本就不是什么新房子。客厅的沙发上随意的扔着几件女性的衣物，地上还散落了一些零食的包装袋。我颤抖着双手，缓缓走进卧室，映入眼帘的是凌乱的床铺，以及随意丢弃在角落里的女性的衣。我的心瞬间沉到了谷底，仿佛被一只无形的大手紧紧揪住。我明白了，原来这两个人早就好上了，比我想象的更早。我感到一阵恶心，和我同床共枕10年的丈夫，不仅瞒着我和另一个女人过起的日子，甚至还买了房子。我压下心中的愤怒，拿出我事先买好的隐形摄像机，装到房子里一个隐蔽的地方。快到7点时，我拿出手机拨通了陈小鹤的电话，我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静。老公，今晚你回家吃饭吗？有没有空去接一下孩子？今天估计我又要加班了，孕秋吃饭就别等我了，孩子估计还得是你去接。他的回答是那么的冷漠和敷衍，可我分明听到了汽车的鸣笛声，他根本就不在公司里，更不用说加班了，都是他变来糊弄我的谎话罢了。我装作遗憾的表示道，没事，今晚我刚好也有事，那你晚上记得吃饭，照顾好自己。我又嘱咐他道，我努力让自己的语气显得轻松，只为了不让他察觉到我的异样，好让他放心的继续他的勾当。挂了电话，看着在客厅写作业的孩子，我进了卧室，关上门。我知道好戏就要开场了，我打开了手机，看着监控，果不其然，丈夫7点下班，8点准时就出现了新房中，许是没有晚自习的原因，叶冰冰已经在房间里等候他多时了。房间里起初是一些细碎的声响，接着便是他们亲密的调教和暧昧的低语，我的心紧紧揪着，每一个声音都像一把利刃，无情地切割着我的灵魂。亲爱的，你说你家那个黄脸婆怎么能跟我比？叶冰冰娇嗔地说道，声音里充满了不屑。老公轻哼了一声，语气中满是嫌弃，他呀，整天就知道围着孩子和家务转，一点情绪都没有，身材走样，面容憔悴，看着就让人倒胃口，哪像你这般迷人。我冷眼看着平衡，两人亲亲我的样子，心里已经没有了一丝波澜。那这房子怎么办？咱们总不能一直这样偷偷摸摸的。叶冰冰问道。丈夫叹了口气，这房子其实买了很久了，本来是想给他一个惊喜，没想到现在倒是方便了咱们。我的心再次一沉，原来这房子早就存在，而我却一直被蒙在鼓里。他们背着我，在这个本应属于我们家庭的温馨之所，谋划着不可告人的秘密。亲爱的，你说咱们接下来怎么办？叶冰冰的声音带着一丝急切。丈夫沉默了片刻，然后压低声音说，我想我试试我跟他复婚了，复婚后再给他买上巨额保险。叶冰冰似乎有些惊讶，买巨额保险？为什么？老公冷笑一声，这样以后万一有个什么意外，咱们可就不愁了。他们的对话还在继续，而我的心已经彻底破碎。我无法相信，曾经与我携手走过风雨的丈夫，如今竟然变得如此阴险狡诈，如此丧心病狂。我呆呆地坐在那里，回想起我们相识相知的点点滴滴，那些美好的回忆，如今都成了最锋利的刺刀，一次次刺痛我的心。我们一起度过的艰难时光，一起为了这个家付出的努力，在他的背叛面前显得如此可笑和可悲。我不敢在大家家里，我害怕等到陈小鹤回来，我会忍不住去质问他。我的心在滴血，愤怒在一瞬间占据了我的整个身体。我没有丝毫犹豫，抱起熟睡中的女儿，连夜赶回了娘家。回到娘家后，我将事情原原本本地讲给了父母听。早知道是现在这样，当初我们就不该，别太伤心，为了这样的男人不值得。妈，我早就已经不伤心了，我只想让他付出背叛我的代价。爸妈，你们就静静的等着这一出好戏吧。晚上丈夫回家后，发现家里空无一人，他打来电话给我，
声音中带着一丝疑惑，怎么家里没人？我强忍着心中的怒火，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静。我带着女儿回家看看姥姥爷了，明天回去。电话那头，丈夫的声音明显有喜悦，姑娘，他也很不想见到我吧？他敷衍了说了几句，便匆匆挂了电话。第二天清晨，阳光透过薄薄的窗帘，洒在了温馨的小屋内。我将孩子送到学校后，就连忙赶回了家，现在正在厨房忙碌着。简单的声音滋滋作响，咖啡的香气弥漫开来。当丈夫起床走进餐厅后，他的眼神中闪过一丝惊讶，随即便被一种安心的神色所取代。我微笑着递给他一杯热腾腾的咖啡，来笑容背后隐藏着冰冷的计划。我和丈夫坐了下来，安心的吃了一顿早饭。他也趁机对我说，运秋，学区房的事已经解决了，我们可以复婚了。我表面假装非常高兴，内心里却充满了厌恶，但我还是装出一副欣喜若狂的样子，附进他的怀里说道，太好了，我们一家人又可以真正的在一起了。但是学区房还是没有装修好，我们可能还要在这个房子多住几天了。丈夫状似遗憾道，那你什么时候带我去看看啊？装修每天都是你一个人盯着，你又要上班，我真怕你忙不过来。我装作关心丈夫道，丈夫又不动声色的把话题转移，为了我们的家再累，我也不觉得累。丈夫深情款款的说，放在以前我一定会感动，但现在我只觉得恶心。丈夫提出复婚后，很快我们就又去扯了证。隔天，丈夫便提出想给我们全家人都上人寿险，他终于开始行动了。我装作很疑惑，问他为什么，他解释说，主要是为了应对被保险人的生存或死亡风险，提供经济支持和保障。我嘴角一抽，这么官方的回答，他装都不装一下的吗？老婆，这是那个推销保险的人给我说的。事实上，我也去了解了一下，保险还是有很大用处的，万一以后我们出了啥事，还能有一层经济保障。丈夫又忐忑地说，放在以前，我肯定会嫌浪费钱而拒绝，但是现在已经知道计划的我，怎么会不配合他们呢？我签了字后，便将保险递给丈夫，他的计划成功执行，嘴角都是忍不住的笑意。晚上，我趁着丈夫睡着，翻出了那份所谓的保险，果然不出过所料，那份保险实际上是一份高额的意外险。丈夫和叶冰冰的计划是通过制造一起意外，让我从这个世界上，从而骗取巨额的保险金。当我翻阅着那些冷冰冰的条款，心中涌现出的不仅仅是愤怒，更多的是深深的悲哀。我从未想过，曾经枕边的爱人竟能如此残忍。我对丈夫的最后一丝感情，也在我看到这份真正的保险后灭了。我不动声色地将这份保险放回去，蹑手蹑脚爬回了床上。我也开始执行我的计划，我每天都催着新房子的进度，丈夫也不胜其烦，天天催着工人赶工。因为我的催促，让丈夫没了和叶冰冰温存的地方，他看我的眼神也越发不善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我在暗中悄悄地编织着一张网，我会在暗中翻看丈夫的手机，他对我根本不设防。每一次丈夫出门，我都会悄悄跟在他身后。没了新房子，他肯定会和叶冰冰找其他的地方幽会，有时候是在餐厅，有时候是在商场。我看着两人甜蜜的嘴角，温柔的笑容，亲密的动作，这些照片，这些短信都将成为我手中的筹码，他们将在适当的时候成为摧毁他们的武器。终于那一天到来了，我从监控得知房子已经装修好了，但丈夫却并没有告诉我。我抓住这次机会告诉丈夫，今晚我会和朋友出去做头发，会晚些回去。电话里，丈夫的声音是压不住的喜悦。我冷笑，不知道今晚你还能不能笑得出来。我打电话给公公婆婆说，刚好今天搬到新家，想请一些亲戚，今晚8点来新家里吃饭。接着我又打电话到教育局举报某小学老师作风败坏，与学生家长暧昧不清。我报出了新房的地址，布置好了最后的棋局。晚上8点，我看着监控里的公公婆婆率先到达门口，连帮给他们打去了电话，妈，我下去买菜了，你们钥匙到了就先在门口等等我。等到学校领导也到了后，我才提着已经买好的菜到了家门口。我已经事先给领导们打好了招呼，他们不说话，公公婆婆也只以为是我那边的亲戚。门被缓缓推开，那一刻，时间仿佛凝固了，丈夫和那个女人的身影就像是一幅拙劣的画作，被无情的撕裂开来。我率先做出动作，将手里的菜重重摔到了地上。此时我的父母也赶了过来，陈小鹤，我的父亲冲到沙发，将他狠狠地扔到了地上。我的母亲感冒扶住了我，公婆也赶紧去拉架。我看到了丈夫眼中的恐慌，看到了叶冰冰脸上的绝望。我站在人群中，心中充满了快意。学校出了这样的丑闻，肯定不能传出去。叶冰冰被直接开除了。看着丈夫那惊恐和懊悔的表情，我心中没有一丝怜悯。丈夫试图解释，试图挽回，但一切都已经太晚了。公婆也十分愧疚，但他们仍然希望我能放过他们的儿子。我没有犹豫，而是选择直接起诉。我在法庭上甩出那些铁证如山的证据，丈夫这才知道，这一切都是我的计划。他的辩解苍白无力，最终法律的天平倾向了我，他被判净身出户，而意外险也作为他和叶冰冰被定罪的证据。他们终为自己的恶毒付出了代价。我带着女儿离开了那个充满回忆的城市，来到了一个新的地方，开始了全新的生活。在新城市的每一个日夜，我都努力工作。在树海中，那些曾经的伤痛渐渐被新生活的阳光所温暖，而我会和女儿幸福的生活下去。全文完。